要说起英国，相信大家都会想起这个国家曾经拥有过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但是现在英国却沦为美国的小跟班，不仅在对抗中俄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还几乎成为了国际笑话。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高调宣布要在全球开展自由航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第一站就遭到了打击。据俄媒报道称，在英国航母编队计划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时，突然遭到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多艘战舰的围追堵截，而且俄罗斯舰队丝毫不留情面地将舰炮对准了2艘准备闯入黑海探路的英国军舰。无奈之下，这2艘军舰只好退到了土耳其港口，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也因此被堵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不得不说，英国这次是丢脸丢到家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四处租借军舰、战斗机组成航母打击群，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高调宣布将自由航行的第一站选在黑海，现在却落到航母编队被逼进港口的下场。然而，面对俄罗斯的羞辱，英国也是敢怒不敢言，毕竟在军事实力上，两国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但是这并不代表英国放弃了继续自由航行的行动，反而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把受辱的怨气撒在中国的身上。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称，未来几周，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将进入南海展开行动，届时澳大利亚海军护卫队也将加入该打击群。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这支航母打击群是由英国、美国、荷兰这3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组建的，所以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加入之后，那就会变成4国联合编队，这必然会对中国造成不小的压力，同时也会让南海局势骤然升温。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英国这是想通过拉拢盟友一起对中国下战书，来找回失去的面子。但是在国人看来，这却是一个绝佳的练兵机会，因此他们纷纷表示欢迎。要知道，在俄军舰艇强势出击，把英国航母编队逼到港口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在点赞的同时，还呼吁解放军能学习俄军的打法。现在英国联合澳大利亚主动送上门了，那正好检验一下解放军的学习成果，也让中国有一次给世界上课的机会。近日，美国里根号航母进入南海的消息再次让大家看到了美国对中国的执着。不过，美国既然来了，没有盟友跟着衬托又怎么行呢？没有拉拢盟友也不是美国的做事风格，所以这回不就来了。不过这回来的人可就要小心了。日前，澳大利亚再次表示，莫里森已经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英国首相约翰逊展开了会谈，并在会谈上定下了加强3方军事战略合作的协议。而加强合作协议的开头就是澳大利亚海军护卫舰将与英国航母打击群一起横穿南海，在印太地区开展海上演习，用以展示对抗中国的力量。说实话，这回美澳英着实拿出了不小的实力。比如，虽然澳方没有明确透露会派出哪些护卫舰，但是巴拉瑞特号护卫舰和帕拉马塔号护卫舰的出现板上钉钉。而英国则更猛，从上个月月底就开始来南海。这次英国来南海的整个航母编队会出动30多艘舰艇，其中就有2艘4-5型驱逐舰卫士号和钻石号，并且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会再有8架 F-35B， 而美国的里根号就更不用说了，编队已经在南海等着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表明美国和英国都有携带武器，并且都是配备在随行的潜艇上的。比如英国这次随行的机敏级潜艇就携带了战斧导弹，也就是说这次过来美英是已经预备了会发生火力冲突的，而且这次美国可能连开火的引子都准备好了。日前美国里根号进入南海后，美国3架军机就在同一天分别出现在了南海、东海和台海，而在美军机动作的前一天，却是解放军28架军机包围台岛巡航。这说不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挑衅都没人信，毕竟解放军是战略巡航，美国这一回应就是在表示只要解放军动，美军就会武力杀手。西方舰队再次对华露出獠牙，对此笔者只想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日前日本首相菅义伟就被在野党直接提交不信任决议，已经在面临下岗风波了。而这也正是因为日本跟着美国紧盯中国，却过分忽视国内乱糟糟的情况而已。如今且不说美国国内的特朗普已经在准备随时接任总统之位，就是澳大利亚和英国内部也不容乐观。所以有这个时间，与其来南海闹事，不如好好做好自己的内政工作，毕竟菅义伟就是前车之鉴。近段时间，美国接连踩上我国底线，先是胁迫 G7 成员国在红线问题上集体向中国发难，而后又将目光转向欧盟，企图怂恿欧盟一同插手中国内政。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也开始加紧了相应的回击举动。最新消息显示，解放军的一架古董战机歼7协同运8远干机以及歼16战机巡航台西南空域。而引起外界极大关注的是，这是歼7战斗机首次现身该区域。
我们都知道，歼7是目前解放军现役最老旧的一款战斗机，最早在2006年就已经停产。这也正是令外界疑惑的地方，为什么解放军会派出这么老旧的战斗机呢？有一些思维简单的岛内人士表示，这是解放军先进战机压力过大，所以不得已才派出这样的老旧战机暂时顶替，缓解一下压力。不得不说，从中国空军的规模来看，单单一个巡航就能够对中国空军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吗？这样的说法可谓是无稽之谈。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别样的深意呢？比较令人信服的观点是，解放军派出新旧战机一同巡航，是在全方面练兵。岛内专家张延廷教授认为，解放军此举是对自身军事实力自信的表现。从歼7加上歼16的搭配来看，解放军极有可能测试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新旧战机的通讯是否顺畅。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也说明解放军对电子战信心十足。结合前几天28架战机巡航来看，近期我军接连做出不寻常举动来宣示主权，在美军频繁踩上红线的关键时刻，我军这样的动作显然是对美军的重大警告，而种种动作似乎都在表明统一大业或刻不容缓。在接收到这一信号之后，美军却开始紧急降温。美国高级将领马克米利表示，在不久的将来，解放军武统的可能性不大。至于理由，马克米利认为中国没有非得用军事手段的理由。当然，他肯定了现如今的解放军有足够的军力来进行这样的行动，但是其仍然坚持声称没必要。这似乎同美国之前一贯的做法大相径庭。到底他们在害怕什么？我们知道，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必须迈过一道坎儿，就是祖国的统一问题。可以说，越早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就能越早实现真正崛起。美国疯狂挑衅，也就是想阻挠中国崛起的步伐。但是在得到解放军释放的不寻常信号时，他们似乎又开始害怕了。但是美军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这是中国自己的内政问题，任何时候都轮不到美国来发话。如果他们强加干预，必定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乌克兰希望能够加入北约，来对国家的安全做个屏障。但是现在的北约还是美国为首，加入北约还需要让美国名正言顺的同意才行。不过普京早已给拜登画好了红线，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压制着美国让拜登不敢越线呢？普京到底给拜登画了什么红线？近日，据俄罗斯相关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总统发文称，北约已经同意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今后的北约成员中将出现乌克兰的身影。但随后，美国总统拜登就对于泽连斯基的发言说出了实情。拜登称，乌克兰是否能够加入北约，或者说成为北约成员的资格还有待考察。在面对记者询问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事项并没有新的进展。而北约方面在随后的北约峰会记者采访中，也没有提到北约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定。这对于泽连斯基的打击可不小。快要顺理成章的进入北约时，美国却来了这么一出。他可能没有想到，此前一直说要扶持乌克兰的美国，现在却成了拦路虎，变得确实有点快。美国演这么一出，让乌克兰总统气得开始说胡话了。16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西方如果不帮乌克兰，他们只能被迫建立全欧洲最强大的军队。身为一个连中国违约金赔不起的国家，有多少资金可以用来建造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呢？那么为什么一直想要将乌克兰收入门中的北约和煽风点火的美国就突然变脸了呢？这就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急眼了，跟美国画出了红线。之前北约称乌克兰是否能够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自由，随后俄罗斯就开始严重警告，并且召集军队，也做出了相应的动作。俄媒体开始大量渲染类似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定是俄罗斯一道红线之类的话题。对此，普京也在后续的谈话中拿导弹部署来举例子，反问是不是美国的红线。这显然是给美国提了一个醒，因此美国不敢轻易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也是美国和北约突然变脸的原因。那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压制着美国，让拜登不敢越线呢？有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双方表示将会合理的协商，在今后的发展或者冲突中不会动用核武器，以便保持稳定安全的发展。那么俄美处在长达几十年的战争边缘，却能抑制住冲动的想法，这表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有一定的威慑力。美国和他所带领的北约目前还不敢轻易的对俄罗斯发起战争，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战胜俄罗斯。所以说，正如我国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所说的，关键时刻军事实力才是保底手段，这也正是拜登不敢越线的原因。所以说，乌克兰进不进得了北约，其实还是普京说了算。但是乌克兰一直联合美国，将俄罗斯看作是敌人对待，美国现在又演这么一出，乌克兰就开始落寞了。